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享财经，我是李志。最近的市场真的是震荡加剧，昨天刚刚给大家来了一个大大的教训，今天市场就有了非常不错的反弹，上证指数站上了3600点，而且今天的反弹和上周28行情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上涨的个股明显多了起来。非常欣慰的是，我本人看好的白酒、军工和有色板块，在昨天被市场教育之后今天都有了不错的表现。首先，我还是想强调一点的是，我本人看好的板块都是基于中长期发展来做分析的，并不是看短期涨跌。如果我们是想赚行业长期上涨趋势的钱，关注短期几个点上下的波动，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的，而长期趋势的钱才会是大钱。回到市场上，从上周开始，机构抱团瓦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开始热炒，很多人开始恐慌，特别是昨天一天的表现，似乎要应验了抱团瓦解这一说。我本人呢，也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提到过了，对于这个抱团瓦解的担忧，我们是需要时刻保持关注的，因为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抱团板块的估值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要大家立马恐慌，因为市场本身并不具备整体大规模下跌的基础，只不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指标是有没有可能由于抱团板块业绩增长不及预期，机构资金在板块之间进行切换，流入现在低估值、增速也还不错的板块当中的情况发生。为什么说市场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行情当中呢？我们先看资金面，市场短期不太可能出现货币政策转向的风险，货币不会收紧，而且最近新增公募基金的募集量也还不错，以及北向资金持续的买入，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充裕的资金的支持。哪怕后续增量资金不够，也就是在存量资金当中进行博弈的问题，而大概率不会出现大盘发生整体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不要太过于担心。而且从已经发布的工业企业相关收入利润数据来看，截止到去年的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15.5%， 仍然保持在2位数较快的增长水平。所以在即将发布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上看，整体表现应该是不会太差的，应该来说大概率至少应该是会比去年上半年的疫情来的好的不少，所以基本面整体还是有支撑的。这个是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未来大概率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还发现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工业企业存货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已经达到了历史相对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大部分工业企业的存货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意味着需要补货，补货就需要生产，生产就需要采购原材料。因此呢，跟大宗商品相关的以及工业原材料相关的，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一些板块呢，就会出现上涨。这就是我看好相关板块相对具有确定性趋势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还有人会问白酒板块怎么样？昨天对吧被打懵了，那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所以看白酒，我们还是要看白酒板块核心投资逻辑有没有发生转变。如果没有的话，龙头白酒的表现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板块的需求和产量都是比较稳定，只要持续保持这样稳定的利润增速，市场对它的估值就不会太低。所以长期来看，白酒板块持有的风险呢，要小于其他抱团的板块，短期的回调也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更加有利于板块长期发展的。那么军工板块也是一样，军工才开始启动不久，符合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武器升级换代的大背景。同时，军工类企业由重研发轻生产转向研发生产并重的模式，经营利润也会出现相对比较明显的改善，又会有比较确定的订单的增长，整体的估值还处在相对合理的区间，有利于吸纳机构资金的流入。所以长期来看，这个板块也是具备增长动力的。其实当下的市场，散户是非常不好做的。机构抱团你敢不敢上？估值这么高，瓦解了怎么办？不跟机构做，其他股票又不太涨，你也很难受。我们俗称呢为股灾性的牛市。其实 A 股市场一直以来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特征。就在刚才我也看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就是在未来的1个月即将发行的公募基金会有47只，规模呢有望会超过3500亿。可以看到，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机构来打理，已经逐渐成为了市场的共识。这其实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我们的视频也在反复倡导这样的理念，希望通过对基金历史业绩和投资风格的分析，对行业板块投资价值的分析，以及未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基金重产企业的分析，让大家真正的知道自己投资了什么，买了什么。最好是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思考体系，清清楚楚投资，明明白白的理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更多的财经资讯，欢迎关注智享财经，也欢迎大家一起参加西瓜视频和平安证券联合发起的寻找民间巴菲特的活动，一起来分享你的投资观点。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